死丫头，磨蹭啥呢？车不等你，干粮够吃2天，省着点儿。知道了，跟念经一样，我耳朵都起茧子了。我跟你说最后一遍，到了城里，把你这张破嘴给我缝上。我的嘴怎么了？没我这张嘴，三叔能把宰几地还回来？行的你，可是现在媒婆看见咱家门都绕着走，好好的后手都被你骂跑了。他们自己不要脸，还怕人说？你还犟？这回是祖坟冒青烟，城里大干部家瞧上你。你要是给我搅黄了，我跟你没完。记住，多干活，少说话。行了行了，车要开了，走了。到了发电报，别舍不得钱。知道了。巧凤啊，到了来信，路上小心。凭啥你家这袋是干的，我家那袋就发霉了？换，必须要换！换！二狗子，你去年偷卖队里3根木料，钱还藏在炕洞里吧？要不要我领人去翻？还有，你半夜趴村东头寡妇墙根听味儿，要不要我给你学学你当时那动静？城里大领导家点名要巧凤，20块。周婶儿，天上不掉馅饼，城里姑娘多的是，干嘛找我这村姑？是当保姆伺候人，还是进厂当工人？丑话说前头，伺候人的活我不干。去了就知道了。去，定了。我倒要看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李家村来的林巧凤同志，是我，您是？我姓方，方淑敏，是我托人请你来的。方阿姨，您费这么大劲把我叫来，总得让我知道干什么活吧？我娘说不清楚，我心里没底。要是歪门邪道，我扭头就走，车票钱我自己出。歪门邪道不找你，那到底是什么事儿？是不是正经事儿，得看你怎么看。这活有点难，一般人干不了，所以才找你。先回家吃饭，饭桌上慢慢说。对了，我儿子在等我们。程直啊，来客人了。跟村里那些见了姑娘就脸红的后生完全两样。别管他，书呆子一个。你先洗把脸，我去做饭。哎，好。太好吃了，比我们家过年吃的都好。吃饭别老低着头，对胃不好。乔凤，你觉得我儿子怎么样？挺好的，像个读书人，有学问。学问是有了，可光有学问有什么用？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盾牌使。唉，不怕你笑话，他就是个闷葫芦。上学时同学抢他文具，他不知道吱声；工作了同事抢他功劳，他也不知道辩解。脑子里除了齿轮、轴承、技术参数，装不下别的。说好听是专注，说难听就是傻子。他是厂里最好的工程师，没有之一。半年前熬了3个通宵，画出一套改造方案，结果呢，图纸刚交上去，就被他们车间的副主任赵德胜拿去，改几个字儿就当成自己的报上去了。那哥他没去找厂长说清楚。妈，算了，只要方案能用上，谁的名字不一样？对不起，方阿姨，这世上还真有这种活菩萨。你看，你都觉得可笑吧？这种事儿发生过不止一次了。先进生产争评比，名额被顶了；住房分配，好房子被关系户抢了，连食堂打饭都排最后一个，只能吃别人剩下的菜汤。他不是没本事，他是没长嘴，或者说他的嘴只会说好行3个字。我请你来，不是当保姆，也不是下车间，我给你1个月20块钱，只请你办一件事。您说，我要你当他的嘴。啥？当他的嘴？你没听错，从明天起，
你就是他从乡下来投奔的远房表妹，在厂里找个杂活，他跟到哪儿你跟到哪儿，他不会说的你替他说，他不敢争的你替他争。谁要是敢当面欺负他，给他穿小鞋子，你就给我当场骂回去。我不要你讲大道理，也不要你顾及脸面，我只要你用你的嘴给我儿子在厂里撑起一块没人敢惹的地盘。这活儿你干不干？以前在村里吵架是义务劳动，现在不仅能光明正大发挥特长，每个月还能拿20。方阿姨，我先问清楚，我这人嘴巴厉害，有时候急了连脏字都往外爆。要是在厂里骂出事儿来了，算谁的？算我的。只要你站着理，就算你把天马塌下来，都有我给你顶着。我一个退休老婆子，在厂里说了着实年话，这点分量还是有的。你只要记住，不能让他吃哑巴亏。成交。这哪是什么书呆子，分明是一只浑身是宝却不知道护食的肥羊。而我林巧凤就是他娘花大价钱请来的最凶狠的牧羊犬，不是战犬。巧凤，起了吗？换上这个，从今天起，你就是程志的远房表妹。记住，遇事儿别怕，但也不能主动惹事儿。我们的目标是防卫反击，不是寻衅滋事。都记下了。方阿姨放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让他后悔长了张嘴。赵德胜，我记住了。哥，你们厂可真大，人真多。开让，好狗不挡道！哎呦，这不是咱们一车间的大工程师吗？走路不长眼睛啊！是不是又琢磨你那技术革新，想得太入神了？别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了。纸上谈兵可不行。站住！你叫我小丫头，新来的吧？不是叫你还能叫谁？叫你屁股底下那辆破车吗？你骑个凤凰牌就以为自己是人中龙凤了？我看是鸡窝里飞出来的野鸡还差不多。长没长眼睛？这么宽的大路，你非得往人身上撞？是车把不受你控制，还是你那颗心本来就是歪的？你个小丫头片子，嘴巴放干净点！你谁呀？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是谁？我是他表妹。我哥老实，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还真当他是软柿子，想捏就捏了。我看你这主任的位子，也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爬上去的吧？你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刚才谁说我哥纸上谈兵来着？你倒是说说，你怎么就知道是纸上谈兵？有些人自己脑子里长不出新稻谷，就老惦记着去偷别人家打好的粮食，看见别人有新想法，就先扣个纸上谈兵的帽子，回头自己再捡过去当宝贝。这种事儿，赵主任您业务应该很熟练吧？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嘘，但这姑娘可真厉害。你给我等着！哥，走，上班去。你就先在这儿待着，帮着整理文件，有事就叫我。我先去忙了。还真是个书呆子，不过这回我就是你的防火墙。哟，张彪来了，今天辛苦了。赵主任还好吧？好着呢，师傅，给我多来点肉，早上干活累死了。陆主任，吃好喝好啊，您这油水可真足。陆主任，正好在这儿碰上你，省得我再跑一趟。下午有个活儿，你得帮忙。仓库那边积了一批报废零件，得重新清点、分类、登记。这活儿太琐碎，我们二车间忙着赶生产任务，没那闲工夫。赵主任说了，这活儿就交给你们一车间了。你们技术人员心细嘛。大伙儿都停一停，借用大家1分钟，我说几句话。那位掌勺的胖师傅，我想问问你，你手里那把勺子是厂里发给你给工人打饭的，还是你丈母娘给你的，让你专门用来抖威风、看人下菜脸的？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
自己车间最脏最累的活像甩包袱一样甩给我们一车间，还好意思说是帮忙？你们怎么不帮忙去挖煤啊？我看你们就是活全让老实人干了，所以你们才有力气来食堂抢肉吃。是我们的问题，实在是抱歉，给你们换一新的。回来啦，快洗手吃饭，庆祝一下。程哲，今天破个例，陪我喝2口。巧凤儿，你今天干得漂亮。主要是他们太欺负人了，我看不惯。你今天在厂门口，那是敲山震虎，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撕了赵德胜的脸皮，让他知道程日不是一个人。这一招打的是他的气焰。敲山震虎，2场下来，一硬一软，配合的天衣无缝。赵德胜在办公室里发了好大一通脾气，食堂那个胖子也被人笑话了一下午。你这2仗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士气。方阿姨，听您这么一说，我才觉得原来吵架还有这么多门道。这不是吵架，这是斗争。这裙子给你添行头，我们巧凤这么俊的姑娘，以后在厂里走动也得穿得体一点。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也是奖金。你干得好，就不能亏待你。谢谢方阿姨，您放心，拿了您的钱，我一定把活干得更漂亮。这是我这几十年在厂里看来、听来、记下来的一些东西。这里面记录了红星厂从厂领导到各个车间路督长每个人的名字、职位、性格、靠山，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谁和谁是一派的，谁和谁有过节，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短处，谁又最在乎什么。这上面也记着程志这些年吃的每一次亏，受的每一次冤枉，被谁抢过功劳，被谁穿过小鞋。我以前记下来是想着有朝一日他自己能开窍，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今天我把它交给你。这活儿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下面让生产科通报一下上个月的生产数据。总体来看，各部门都完成了生产指标，但在一项关键设备的技术改造项目上，进度比原计划滞后了15%。主要延误发生在一车间负责的环节，经核查是由于设备老化及操作流程不规范导致。厂长，各位领导，关于这个项目，我必须说几句。我们2车间为了配合这次改造，加班加点，提前完成了所有的配套零件生产。可结果呢？1车间那边迟迟交不出东西，导致我们的零件在仓库里睡大觉。不能让一个环节的问题拖了全厂的后腿。不是的，厂长，是因为材料怎么了？全厂材料统一调配，怎么就你们1车间的材料出问题？陆主任，我看还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吧。我们厂长，对不起，我能补充几句吗？为了会议记录的准确性。说，赵主任刚才说的对，1车间的进度确实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为了把会议记录写得更详实，避免以后查阅时产生误解，我想把影响进度的具体原因也记录下来。根据物料科的领用单均，上个月7号，2车间为生产73式转动成配套的法兰盘，错领了94B 型高肯钢，而正确的型号应该是62大型。这批错领的钢法质地过脆，导致2车间生产出的312件法兰盘全部报废。为了弥补这300多件报废零件造成的缺口，避免影响和省柴油机厂的合同，经厂部紧急协调，于上个月9号将原本配给1车间用于季凯项目的一批62A 型调给了2车间，而1车间新的材料直到16号才补充到位，这中间耽误的7天，正好与我们项目之后的时间完全吻合。所以厂长，我想在会议记录上准确的注明，1车间本次项目延期并非管理或技术问题，而是为了保障兄弟单位的紧急生产任务，主动为全厂大局做出了牺牲。不知道我这样记录是否准确？还是说，厂长您另有指示？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图纸没了，那张总图没了。什么时候发现的？抽屉锁坏了吗？锁是好的，
没有被撬过的痕迹，肯定是有人用备用钥匙打开的。除了赵护德，不会有别人。我要去找厂长，我要去报案。不能去。哥，你冷静点。你有证据吗？你去告他，他会承认吗？我怎么冷静？那是我熬了3个涂匠的心血。到时候他反咬一口，说你为了推卸责任，故意谎称图纸被偷，你怎么办？没有证据，我们就是去自取其辱。哥，你别慌，他偷图纸无非是想抢你的功劳，但图纸那么复杂，他手下那帮草包看得懂吗？既然不能明着来，咱们就跟他玩阴的。他不是想当小偷吗？咱们就让他当个心惊胆寝时难安的小偷。哎呀，巧凤，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儿？看你这愁眉苦脸的。别提了，王大姐，我哥出事儿了。陆主任，出啥事儿了？我哥熬了好几个通宵画的一张宝贝图纸，昨晚被人偷了。我的天，陆主任没急疯？急什么？你们是不知道，我哥那个人心思多得很，他在那图纸上做了一种特殊的化学记号，那记号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但是谁要是想照着图纸画，拿尺子去量，手就会沾上东西。然后呢，无色无味，可一旦沾上，3天之内手掌就会变成紫红色，怎么洗都洗不掉。我哥说了，他现在就等着看这几天厂里谁的手会变色，到时候人赃并获，直接送保卫科。哎呀，哥，就是他，我查过笔记，钱小毛，赵德胜的远房亲戚，胆小怕事，目标锁定了。住手！钱小毛，你想干什么？我没干什么，我就是路过，我什么都不知道。路过到我哥办公室来烧图纸，哥，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心血？现在人赃并获，你是想跟我去保卫科走一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还是想自己在这里把事情解决了？别去保卫科！我都说是赵主任，是赵德胜主任让我偷的。他说事成之后就让我转正，我不是故意的。别光说，写下来。样机试制进入最关键的阶段了，这个核心传动部件必须用高质量的45号钢材，否则韧性和强度都达不到标准，一点都不能马虎。小凤，你跟我一起去一趟仓库。宋师傅，我们来领一批45号钢。45号钢没有。前2天刚被3车间领光了。不可能，我昨天刚看过库存清单，仓库里至少还有5吨的库存。哦，是有库存，但那都是给省里重点项目预留的，动不了。陆主任，你懂技术，我懂仓库管理，这库里的东西每一件都有它的脾气和去处。喏，那边倒是有一些尺寸不太对，质量也次了点儿。你们技术员不是厉害吗？拿回去自己加工加工，应该也能将就用。宋师傅，我们的项目是厂里今年的重点质改项目，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你给这些废铜烂铁是想让项目失败吗？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哎呦，陆主任可别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我只是个看仓库的，按规矩办事儿。你要好料行啊，让厂长再批个条子，不然我这儿就只有这些，你爱要不要？大家都过来看看。你个小丫头，在这嚷嚷什么？疯了吗？咱们工人的权益不能就这么算了，大家快来学习宋师傅这种崇高的大局观。明明有闪闪发亮的好钢材，他偏不给，为什么？因为他要替厂里省钱，他要把最好的材料留给最重要的部门，留给最要紧的关系。像我们一车间这种只知道埋头搞技术的，就只配用这些生了锈的铁疙瘩。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伟大的奉献精神啊！他宁可让我们技改项目失败，宁可让厂里的生产效率提不下来，也要为厂里守好每一块人情钢关系铁。这种把个人关系置于工厂利益之上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吗？我提议这个月的先进职工一定要评给宋德茂同志。原来好东西都被他藏起来当人情，我说上次我领个班数都费劲呢。这丫头真厉害，骂人不带脏字啊，说的太解气了。你胡说八道，给我起来，不然我叫保卫科了。宋师傅，您别激动啊，我这是在表扬您呢。您要是觉得我表扬的不对，那您就把好钢材拿出来，用实际行动证明您不是那样的人啊！用行动证明您是真心为厂子好，不是为关系户服务。给他们装车，把那批45号钢拿出来。
谢谢宋师傅深明大义，为我们厂的技术革新扫清障碍。您的功劳，我们全车间上下一定铭记在心。你发现没？跟着陆主任干活，心里就是踏实。他说怎么改，咱就怎么改，废品率蹭蹭往下掉，可不是吗？这个月奖金肯定少不了，咱们这面红旗估计能抄到过年。是陆主任吧？厂长请您过去一趟。厂长找陆主任，不会是为他那表妹闹的事儿吧？我看选前几次闹得那么大，怕是要秋后算账了。哥，你别怕，要是问你闹事的事儿，你就认错；要是问你技术上的事儿，你就把你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原原本本的告诉他。有理走遍天下。来了，坐。小陆啊，最近厂里很热闹啊。厂长，对不起，是我没管好家里人，给厂里添麻烦了。我检讨，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坐下，坐下。你那个表妹确实是太闹腾了，在厂门口骂街，在食堂里敲盆，在生产例会上抢话，还跑到仓库门口去表演，这哪像个职工家属的样子？简直比咱们宣传科的干事还能说会道，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但是，你这份生产报告也很不像话呀。任务超额完成20%，废品率创3年来净低。小陆，你这个成绩高的都有点不像话了。厂长，行了，那些破事就别提了，跟我说说你那个质改项目进行到哪一步了？有几成把握能成功？厂长，把握不是问题，核心部件已经试制成功，只要后续装配不出错，我保证最终的生产效率至少能比现在提高30%。小陆，你是个好同志，是个有真本事的将才，咱们厂缺的就是你这样的技术尖兵。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你呢就把你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技术这把刀刃上。至于其他的那些鸡毛蒜皮的闲事儿，那些挡路的石头子儿，只要最终目的是为了工作，为了厂子好，处理方式有时候出点格，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记住，我们红星厂永远不会亏待一个真正能干事儿、能出成果的人。巧凤，你看这块地方，等分了新房子，就买个大沙发，布面的，坐着软乎。到时候你跟程浙一人一边看电视。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您就把家具都想好了。什么叫没一撇？板上钉钉的事儿。你哥现在是市级劳模，机改项目又立了大功，厂长都亲自表扬了。论资历，论贡献，分一套最好的房子都绰绰有余。这边给程志隔一间单独的书房，让他安安心心画图纸，窗帘也换成新的淡蓝色的，跟他那件的确母衬衫一个色儿，精神。看见了，老张，你分到东区2楼了，向阳的，太好了，快看看我的。咦，怎么还没看到陆主任的名字？不应该啊，他肯定排在最前面才对。程志，怎么了？这是分到哪儿了？是不是位置不好？巧凤，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啊！妈，哥被分到了西区单身宿舍1楼最边上的107室。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肯定是搞错了。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你先别急，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你和哥先在家，我出去打听一下。我听我男人回来说，初稿上陆主任明明是排第2，分的是东区新楼最好的2居室。是后勤科那个吴胖子，他最后审核的时候说陆主任群众关系差，直接把名字划到末尾了。那套好房子分给了他自己刚进厂不到1年的亲侄子。想玩阴的，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阳猛。同志，你找谁？这里是广播室，不能随便进的。你好，小周同志，我是宣传科的，过来临时插播一则紧急的表扬稿，厂领导特批的，必须在今天午休结束前播出去。宣传科，
我没接到通知啊，事情紧急，文件回头再补，时间不多了，这是政治任务，耽误了你我都担不起责任。现在是哪首曲子？放完就开始吧。哦，好，马上就好。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中午好。现在插播一则重要表扬稿。在我们的红星机械厂，总有那么一些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但今天我们要对一种更高尚、更无私的精神提出重点表扬。今天我们要表扬的先进个人，就是我们任劳院大公无私的后勤科吴建国吴科长。就在昨天，我厂公布了新一批住房分配名单，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我们厂的技术骨干为治改项目立善汉功劳的陆志成陆主任，被分到了西区经典苦的最好的2居室，则分给了吴科长刚刚进厂的侄子。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同志们，你们只看到了表面，却没有看到吴科长那深远的用意和无私的胸怀啊！吴科长这看似不公的决定背后，蕴含着多么深刻的管理智慧。其次，他是在考验我们的技术功臣，他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把陆主任安排在艰苦的环境里，就是为了磨砺他的革命意志，让他不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说得好，吴科长真是咱的好科长。这表扬比骂人都狠啊！人才，真是个人才。谢谢配合。数据再核对一遍，不要怕麻烦。一个小小的误差，在实际生产中都可能酿成大事故。好的，陆主任。是陆主任吗？我是陆志成，小同志，有什么事吗？我们冯老想请您过去一趟。冯老？哪个冯老？就是总工办公室的冯学清，冯总工程师。天哪，冯老竟然亲自找陆主任！冯老快10年没出过他那个办公室了吧？是啊，听说他脾气怪得很，除了厂长谁的面子都不给。陆主任这下是真被看中了。来了，把门带上。冯老，您找我。过来看看，这个齿轮组在高速运转下，边缘应力过大，容易产生金属疲劳。如果让你来改，你怎么解决？可以用键开线齿形修正，在齿根处增加一个反向曲率，抵消一部分切向硬桌。另外，材料上如果能用经过渗碳淬醒处理的铬锰钛钢，疲劳寿命可以提高1倍以上。还行，不算个书呆子。你那个表妹最近在厂里可是威风得很啊，又是闹食堂，又是上广播，比咱们宣传科那帮只会写酸诗的笔头子强多了。冯老，巧凤她也是为了我。我没说她不好，那丫头是个好丫头，她身上有股劲儿，我们年轻时候想有但是没敢有的那股劲儿。你正在弄的那个项目里面有些东西用得上，这玩意儿比跟人吵架的唾沫星子管用。谢谢冯老。小子，你脑子好，会修机器是天大的好事，但是你要记住，有时候一台机器跑得不顺，不是因为里面的零件坏了，而是因为长着这个总开关的手本身就是歪的。赵德胜那种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个噪音大点的齿轮，根本碰不到开关。承志，好样的！你为我们红星厂立下了天大的功劳。我决定了，经厂党委一致研究，推举陆成廷同志为我们红星厂本年度唯一的世纪劳动模范候选人，即日上报市总工会。巧凤，看到了吗？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你哥他出人头地了，世纪劳模啊！哥，你现在可是大英雄了，来，我敬你一杯。姐夫，厂长现在是把他当宝贝疙瘩了，什么好事都向着他。再这么下去，厂里哪还有咱们说话的地方？这口气我咽不下。技术上我们现在动不了他，
那就换个地方斗。你去弄一封信，就说他陆世成仗着自己有点技术，搞个人英雄主义，看不起普通工人，平时从不参加集体活动，完全脱离群众，功劳越大，这个罪名就越重，这就叫碰上。你再去找几个信得过的，签上名。明白了，孙厂长高明，我这就去办。别从厂里递，直接寄到市总工会去。我要让他从天上直接摔进泥里。小陆，出事了，有人举报你搞个人英雄主义，脱离群众，不关心集体。厂长，我没有，我只是不知道该和大家聊什么，我只想把机器弄好。小陆，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但是调查组要来了，这个程序必须走，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可怎么办啊，乔峰？这都是些什么罪名啊？这比骂人打架还厉害，这是要毁了我儿子的前程啊！靠讲道理，靠闹事，已经无法应对眼前的危机了。敌人选择了一个最恶毒的战场，想打一场诛心之战，那么我就必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打赢这场人心之战。完了，这下全完了！乔峰，那些罪名是要毁了我儿子一辈子啊！他这辈子就没跟人红过脸，怎么就成了脱离群众了呢？想打一场诛心之战，好啊，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人心向背。这是谁写的？快看看写的啥？二车间的张强，你还记得吗？你刚进厂时操作失误，差点报废一台冲床。食堂的王大姐，你是否还记得陆主任花了整整1周的业余时间帮你画图计算，才设计出那个每年能省下来半吨煤的新式炉膛？管他什么举报不举报，我只晓得我这双手的老毛病就是陆主任当年给我改了居家才好转的。这份情我认，这个字儿我签。算我一个，陆主任帮我孩子看过作业。还有我那次我老婆生病住院，是他二话不说借了我50，把笔给我。我签。陈组长，一路辛苦了。同志们，今天请大家来，目的只有一个。我们收到了关于陆志成同志的群众举报信，本着对同志负责、对组织负责的原则，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求只有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组长，各位领导，我先说几句。陆成莲同志的技术我们是认可的，但是技术越高，架子越大，就越不把我们这些大老粗放在眼里。他眼里只有图纸和数据，从来没有我们这些一线的工人兄弟。小李，你说说。你上次那个改进方案是不是被陆主任看都不看就给否了？是的，组长，我当时想了个绝妙的主意，能把上料速度提高不少。可陆主任他连听我把话说完的耐心都没有，就说不行。还有你，小张，你来说说陆主任平时的作风。他整天待在车间，却从不和大家说话，看我们的眼神都像是带着瞧不起。他这不是在搞技术，这是在搞个人英雄主义。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我们的世纪劳模？这让我们广大工人同志的心往哪儿放啊？赵主任说的有些道理，年轻人有才华是好事，但工作作风也同样重要。厂党委在培养年轻干部方面确实需要加强引导。就是啊，陆成成同志，组织上都在等你表态呢。陆成成同志，你的意见呢？赵主任说，我否决了他手下的一个建议。是的，我否决了。因为他建议把3号冲床的防护栏拆掉，换成一个手动拨杆，他说这样上料快。但他不知道，那台冲船的冲压行程和连杆灌速是联动的，拆掉防护栏，一旦操作员反应慢了0.5秒，飞速旋转的连杆就会因为应力过载而断裂，到时候飞出来的是能打穿1公分钢板的铁疙瘩，那不是提高效率，那是会死人的。
他们说我搞个人英雄主义，可我设计的每一个零件、画的每一张图，都是为了让操作的工人更省力、更安全。我把操作台的高度降低5公分，是为了让身高不到1.7米的老师傅不用再踮着脚。我把复杂的仪表盘改成3个指示灯，是为了让识字不多的工人也能看懂。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我们厂真正的技术脊梁陆志成同志颁发这份迟来的荣誉。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陆志成同志个人，感谢厂里的信任，感谢同事们的支持。我不太会说话，我只会修机器，以后我会修好更多的机器。谢谢大家。陆主任，好样的！经多方评估，红星机械厂陆成同志主持改造的高精度工床样机，因其创新的设计和优异的性能指标，被列为首批重点考察对象。下周由省机械厅总工程师带头的专家组将亲临红星厂现场观摩。好，太好了，小王，马上通知所有部门负责人开会，这是我们红星厂天大的事。不甘心，姐夫，就这么让他上天了？我不服！现在厂里的人都拿我当笑话看，连省里的专家都要来了。他要是再被看上，我们以后就真的没活路了。舆论我们输了，人心我们也输了。想通过正常的办法把他拉下来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只剩最后一条路，让他的技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当着所有人的面变成一个无法挽回的彻头彻尾的笑话。姐夫的意思是，省里的专家要来看现场演示，对不对？那就让那台宝贝机器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他们表演一个自我毁灭。小郑，核心传动轴承的最后一道润滑保养，我跟车间打过招呼，特意安排给你了。你弟弟转正的事儿能不能成，就看这次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数据再核对一遍，明天就是大日子，不能出任何纰漏。我们的机器要让省里的专家都竖起大拇指。巧凤，你看，如果按照这个负责曲线进行演示，我们的能耗比可以做到全省最低，这次绝对没问题。冯老，我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哪儿，但我相信我的直觉。下午保养的时候，所有人都恨不得把机器擦得发光，只有那个小郑，他给核心传动轴承加黄油的时候像做贼一样。丫头，你确定你没看错？我确定。不行，这件事不能声张，必须马上核实。如果真有问题，明天就是厂里的大灾难。丫头，你敢不敢跟我再去一趟车间？扳手、起子。难道是巧凤多心了？不对，小陆，看好了。铁砂比尘土还要细腻，却比刀子还要致命的铁砂，这种东西一旦混入高速旋转的轴承，几分钟之内就能让精密的管珠和轴腕彻底磨损咬死，最终导致整个传动系统在巨大的应力下崩裂报废。这群人，他们这是要毁了我，毁了咱们厂！我要去找周厂长，我要去保卫科，我现在就去把那个小郑抓起来！冷静，现在冲动，把人抓了，他们最多承认是操作失误，或者干脆推个一干二净。只有让他们当着省里专家的面把戏演完，我们才能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老师傅，您说的对，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让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吃下去的东西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他们的目的是在明天演示的时候，让机器因为轴承咬子而彻底报废，造成一种设计存在致命缺陷的假象。这样一来，你陆志驰就从功臣变成了罪人。所以您的计策就是将计就计，您的意思是就让他们得逞？对，但又不是完全得逞。我们要让他们在最高潮的时候从天堂直接摔进地狱。小陆，这台机器的核心传动部分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进行更换？有，我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暂时抢修的需要。整个传动模块是集成化的，只要有备用件，我带着2个熟练的徒弟，20分钟之内就能完成整体更换。我明白了。明天当着所有专家和领导的面，让那台被动了手脚的机器顺理成章地发生故障，在孙副厂长和赵德胜最得意的时候，游哥亲自上演一出力挽狂澜。
现场拆解，找出物证，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完成修复，让机器重新运转。这不仅是洗刷冤屈，更是一场将技术、胆识和谋略为一体的完美展示。到时候谁是功臣，谁是罪人，一目了然。技术上没问题了，剩下的就是心理战。这件事交给我，我们必须让敌人相信我们对他们的阴谋一无所知，让他们安心的等待明天的好戏。唉，你们说我们家老陆是不是傻？明天省里专家就来了，他还不放心，昨晚愣是看了一宿的图纸。这不挺好的吗？说明陆主任负责任啊。好什么呀？刚才跟我说，今天下班后他要亲自再去给那台宝贝疙瘩做一次最全面的检查和保养，说是要确保万无一失。我跟他说机器都检查8遍了，他就是不听，真是个死心眼。我真怕他把自己累垮了。陆主任要亲自做最后一次保养。姐夫，你听听，这姓陆的就是个书呆子，到现在了，他还以为问题出在技术上，还在那傻乎乎的准备晚上再去检查呢。他就算把机器拆成零件，也想不到问题在哪儿。让他查，垂死挣扎而已。一个只懂技术的木头，怎么跟我们斗？通知小郑，让他放心，一切按原计划行事。明天我们就等着看好戏。不错，光看这外形和工艺就下了不少功夫。周厂长，你们厂里真是藏龙卧虎啊！让总工见笑了。小陆同志，开始吧。不错，能耗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低，了不起！这怎么回事？总工，让您和专家们见笑了。看来我们有些年轻同志的设计还是太理想化，理论上看着很好，一到高负荷的实践检验，是啊，就出了。我早就提醒过，技术革新不能太冒进，要一步一个脚印。可惜啊，忠言逆耳。总工，请给我20分钟，我能当场找出问题，并且修复它。姓陆的，你是不是疯了？机器都废了还想修复？当着专家的面吹牛，你……年轻人，你确定？我确定。好，我给你30分钟。开工具柜，B3方案。是铁砂，这是最低劣也最恶毒的破坏手段。这不是设计缺陷，这是彻头彻尾的人为破坏。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冯老说的没错，这就是人为破坏，是谁干的？我想并不难猜。小郑，我没记错的话，这次设备的总保养最后一道核心润滑的工序是你负责的吧？而且我还听说一件更巧的事儿，安排小郑同志负责这最关键一道工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您2车间的赵德胜主任。赵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几十个维修工中，您偏偏就选中了他？不是我，不是我要害陆主任的，是赵主任，是他逼我这么干的。他说事成之后就让我转正，还给我100块钱，都是他逼我的。好啊，好啊，吃里扒外的东西！包伟哥，包伟哥死哪儿去了？给我抓起来！好啊，小同志，你不仅有技术，更有担当，临危不乱，力挽狂澜。你和你的团队今天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我决定，红星机械厂等的这项技术改造项目不仅要通过，还要作为我们省今年工业技术推广的头号标杆。周厂长，你们要人我给人，要政策我给政策。以上诸人身为工厂干部，不想着为生产做贡献，反而拉帮结派、侵吞公款，恶意打压技术人员，破坏工厂生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经省市联合调查组核实，决定对孙副厂长赵德胜等一干人等全部予以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同志们，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队伍中真正的脊梁。省机械厅特发嘉奖令，对在技术革新中做出卓越贡献，并在关键可汗单位和工厂荣誉和国家财产的陆成同志予以通报表扬。经厂党委会研究，并报请上级组织部门批准，我提议破格提拔陆成生同志担任我厂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太年轻了吧？是啊，他只懂技术，懂管理吗？我知道，有人会觉得小陆同志年轻，资历浅，但是省总工程师临走前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总工说，
一个现代化的工厂需要的是能带着队伍上战场打实仗的将军，而不是只会在会议室里平衡关系、夸夸其谈的郑恺。陆成成同志就是我们红星厂要找的那个能打胜仗的将军。请进。